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要来聊聊的是《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59集哦。剧情推演到这一集呢，是把视角从南方转回到北方，也就是曹家啦。那在这一集的剧情当中呢，都有呈现了曹操的几个儿子有很明显的不同的个性哦。这也让我想到我们之前的前面的集数有介绍到，就是曹家的后代嘛。那我们介绍了曹植、曹彰，甚至还有一个英年早逝的一个神童嘛，曹冲。那我们之前呢，好像就漏掉了曹丕这个人哦。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来好好的聊一下这个曹家的第二代曹操的接班人哦，曹丕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喽？好，我们前面有讲到曹操不同的儿子嘛，对不对？有讲过曹冲，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当然，历史上比起那个丞相这个典故，他更厉害的一点是，他有仁德之心，所以就让曹操觉得说，你看我这一生当中已经杀伐果断了，我的继承人不能像我一样，所以曹冲是我很理想的继承人。谁知道人家10几岁就过世了哈。那我们也讲过曹植这个人，大家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一句成语叫做才高八斗嘛，很会写文章嘛，对不对？那我们又讲到曹彰，曹彰这个人就是非常英勇善战，曾经远征当时的北方民族啊，获得过大胜哈。那曹丕这个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可以告诉各位，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自夸的成分，但根据一些资料的描述，曹丕这个人他文武双全。魏略是这么说的哈，年8岁，能属文，有义才，最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就是说，这个人8岁哈，就文才很厉害了哈，看过很多古典书籍之外，还善骑射，好击剑。8岁小孩又能够读书，又能够骑马射箭，又能够跟人家进行击剑比赛。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天才？甚至啊，曹丕自己有写下一本书，叫做《典论》。典论的时候，他就这么说啊：于10年5岁，上引四方扰乱，教于学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5岁的时候长辈就觉得说现在是个混乱的世道啊，小孩子不能在温室里面成长啊，所以就怎么样，教我骑射的技巧。而我6岁而知射，又教于骑马，8岁而能骑射矣。就是说我5岁学习啊，6岁就会开弓拉箭了，8岁就可以坐在马上骑马射箭了。怎么样？我厉害吧？你信不信？等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典论是曹丕他自己写的吗？对，所以他自己凭自己这个无可厚非啦。但是你刚刚说的第一本书《魏略》，这很明显就是讲魏的历史嘛。对，他自肥的成分应该也蛮高的啦。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对，如果你觉得自肥成分很高的话，在典论当中曹丕就讲说，我讲跟别人擅长击剑哈，你是不是不相信啊？那我就跟你讲一个我个人发生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去学过剑术，我的师傅是谁呢？我的师傅叫做史阿。史阿这个人的师傅呢，又是在桓帝、灵帝时代就非常有名的剑术大师哈。总之我师承名师就对了哈。那有一次呢，我跟一个奋威将军邓展吃饭，我听说邓展的功夫很好，能够空手入白刃。那我就开始兴冲冲跟他讨论剑术讨论了半天之后，我就跟邓展讲说，将军，你不懂剑术啊。口气也太大了吧？对啊，所以邓展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PK 啦哈。曹丕就讲说，真刀真枪动着怕伤了彼此的和气。当时他们在吃饭嘛，对不对？吃饭呢，他们有其中一道菜就是甘蔗，他们就说，来，我们就互相用甘蔗来当剑，来试试看哈。结果呢，根据曹丕的描述，他连续击中邓展的手臂3次，搞得大家都觉得说，哇，曹丕曹公子真的是很厉害耶哈。但是3次都打赢的结果邓展就开始愤愤不平了哈。为什么？邓展擅长空手夺白刃嘛，他每次都说，来，曹公子砍我哈，来1、2，哎呀，他每次都空手夺白刃，反而是自己的手部被打到，他就觉得说，空手夺白刃算是让你的哈，有一种我们2个人就是真的来彼此互 K 一下下。曹丕就说，邓将军我的剑快要是打到你的脸就不好了，所以我已经留手，我只打你的手而已耶。我连打到你都是先让你了。对呀，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真的很担心
心你耶。邓展就说不行，哈，口说无凭，我们再比一次哈。曹丕就说你要比试是吧？好，来。结果曹丕他是这么说的，就说我在对战以前，我已经猜到他的战术，他待会一定会直接突进，切我中门打近身。说到这个，好像叶问里面当中的情节哈，切他中路哈，不要跟他尝试拼拳啊，对，好，对方不打算跟我拼剑，打算切我中路，所以呢，我就打算引诱他近身搏斗。等到他真的近身的那一刻，我就会突然后退，来一个后撤步，导致对方重心不稳之际，我再一剑打在他的额头上。哇，诱敌深入啊！对 ，OK。根据曹丕的描述，就是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说，这位邓展先生又输了。输了结果呢，就是曹丕跟邓展说：“哎呀，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淳于意，他后来呢抛弃了所有的旧的药方，就是他本来是个医生，但是他抛弃所有的旧的药方，只为了学的新的医术更上一层楼。今天我也希望邓将军你可以放弃以前的剑术，接受新的剑术训练。意思就是说 ，OK， 你以前都练错了，你以前练的都不行啊，所以如果你还想有点长进的话，我劝你从头再来啦。”可能他以前是练空手夺白刃，但是他没有练那个空手夺甘蔗啊。好，我说完了，这是根据典论当中的技术。再说一次，典论是曹丕写的，你信不信？我还是不信啊，他是在自肥啊，不是吗？好，反正就是有这方面的记录啦，哈，就是说什么他年纪轻轻就很擅长骑射啦，哈，那个文能读书啦，武能开弓射箭啊，还擅长击剑啊，哈，对，好，那最起码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哈，就是说，其实曹丕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出入沙场方面的经验了，这大概是有关于曹操对小孩子的培养，就觉得说这的确是个乱世的时代。不能一天到晚放在安稳的地方，要知道有句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对不对？所以呢，很早期的时候，曹丕就常常出入在曹操的军中。比如说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曹操重要的失败时刻，就是所谓的宛城爱情故事嘛。曹丕在典论当中，他真的很喜欢在典论当中提自己啊，这根本是他的自传嘛，对不对？好，他就提到说，当年我也有参加宛城之战哦，典论是这么说的：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返。王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就是我的大哥曹昂死了，我的族兄曹安民也死了。余年10岁，乘马得脱。那一年我才10岁，我只是个孩子啊！但我人也还在现场，所以呢，我就赶快找了一匹马，赶快施展我的骑术，逃掉了。这是曹丕他自己说，我人就在现场，这也能够理解啦，因为他8岁就可以骑射了嘛。对。Okay. 另外呢，有明确记录的是，大概在西元200年的时候，曹丕是有跟随曹操参加官渡之战，那一年他大概13岁。你是说曹操跟袁绍在喝茶的那个战役吗？曹操跟袁绍在激战的战役，他们在历史当中并没有喝茶。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欢迎请去看那个以前的，我这边不想再提了哈。对，好，又过了7年，就是当时曹丕20岁的时候呢，他跟随曹操参加白狼山之战。什么是白狼山之战？就是当年曹操开始打败了袁绍之后，进一步的去攻打河北，打到河北很北方的地方的时候呢，就在白狼山这个地方遇到当时的游牧民族，而且因为当时曹操他们是强行军，其实军队已经非常的疲惫，人数也变得很少，结果遇到草原民族有数万人以上。其实当时很多人就说啊，我们死定了。此时有一个人跳出来，谁呢？就是后来号称五子良将的张辽，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顾忌什么？拼命才有机会获得胜利啦！后来靠着张辽他报无双，以及曹军的奋战之下，以少击多，打赢了这场艰苦的白狼山之战。曹丕就说，我也参加过白狼山之战哈，这也不是只有曹丕说啊，因为其他的历史也有记录啦，甚至赤壁之战，曹丕也有参加。当然啦，他不会是搭在船上的那一个，不然的话恐怕他就是不一定回得来哈。所以总之不管怎么样呢，曹丕这个人，你要说什么？你早年说你是天才儿童，是不是唬烂了？这个或许可以自肥，但是他久经战阵，这个是毋庸置疑
疑的。那这边最后还要提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前面不是有讲过吗？曹丕自己说过，他有参与过宛城之战，在宛城之战，他就看着自己的大哥曹昂过世，此时呢，就暴露了曹丕这个人很大的一个性格特色。什么性格特色呢？就是心胸狭隘，锱铢必较。后来曹操开始要扩展势力的时候呢，张绣选择投降。曹操他为了做给别人看说，来投降的都有好处，他其实给予张绣非常不错的官爵位置。结果呢，曹丕后来好几次的遇到张绣，毕竟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嘛。结果每一次曹丕他看到张绣就说：“君杀无兄，何忍持面视人也？”什么意思？你杀了我哥哥，你怎么还好意思见大家啊？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这么讲。你要注意，曹丕当年可是曹操未来的继承者很有力的人选之一。这句话有点像是怎么样？就是你怎么有这个脸孔见大家啊？没有讲出来的话就是我爸现在器重你没错，我爸或许这辈子都不动你没错，但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哥死掉是你造成的，哪一天换我上位的时候，你就有好日子过了。张绣后来扛不住压力就自杀了。这边就可以看出来曹丕这个人的个性真的是蛮……你看他前面跟人家比肩那个个性，跟他现在对张绣这个个性，应该是可以好好相处的好朋友吧？叉叉 Y， 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个人心机好像有点重心机不重他未来就不能够成为曹操的接班人了。其实戏剧当中不也是有在断断续续演出来，就是曹操他喜不喜欢曹丕呢？你觉得戏剧当中的曹操喜不喜欢曹丕？我觉得他有点在暗示说他是不得不选的选择啦。对，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选择曹昂嘛，可是曹昂他战死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更可以的话，我当然选曹冲嘛，可是曹冲他也死掉了嘛，对不对？那现在还剩下3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曹丕，还有曹植，还有曹彰。那3个人当中，我要挑一个我相对来说最满意的一个人嘛，尽管他们都不是最让我满意的人选，但总要挑一个出来嘛，对不对？那我要挑谁呢？当然是足以可以当上领导者角色的一个人啦。那你觉得像曹丕这样的人，他这么的能够忍耐久经战阵，他本身也有不错的才能之外，他其实也有腹黑的一面。这样子说着，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像一个人？就是曹操他本人。是啊，所以戏剧当中大概也是经由这个部分的安排，就是透过司马懿的角色就在讲说，哎呀，其实主公啊，他更希望曹丕公子你怎么样？干脆就像曹操他一模一样，你这样子才可以成为他安心的合格接班人，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某种程度，曹丕他大概已经认知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有点像刻意就是走曹操的他过去的那种路线嘛。这是电视剧的安排了，对，电视剧的安排是这个样子，喜不喜欢就看个人。但是回到史实，曹丕你怎么确定你一定可以当上接班人呢？对，是啊，人家曹植也不差曹彰、吴勇更是厉害啊！你有什么特色，一定可以获胜的吗？所以此时最重要的反而不是曹丕这个人，而是其他有没有重量级人物可以影响曹操的决策。这个时候有一个我一直很喜欢的角色，他在新三国当中一直都没有出现，可是在史实当中他又要登场了。这个角色就是贾诩。贾诩啊，对，没有错，贾诩。OK， 好，当时曹操就是觉得说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棒的储君人选那我其实曹操我也很难下得了主意到底要选谁呢？那曹操后来就注意到说，有一个人始终不表态，谁呢？就是帮他出谋划策，而且成功率很高的贾诩。你这老小子怎么从头到尾不讲话？于是有一天，曹操就把贾诩给找过来，就问他说：“我跟你谈继承的问题，你每次都不回答，为什么呢？”贾诩就回答说：“哎呀，我在想事情想得太深入了，所以一时之间我无法回答你。”那曹操就说：“那你到底在想什么事情呢？老板问你话，你还在说你想事情？是啊，你到底想什么事情呢？”贾诩就回答说：“我是在思索袁绍跟刘表他们父子间的故事啦。”
等一下，你这是什么反应？等一下，我突然灵光乍现啊，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的这两个人，基本上他们的二代都有所谓的争权的事情发生嘛。对，袁绍他好像是比较偏好他的小儿子嘛，是，所以搞的就是他两个哥哥啊，就非常的不爽嘛。对，然后刘表的话，好像状况也一样嘛，就是比较喜欢小儿子，然后不喜欢他的大儿子嘛。所以我在猜啦，贾诩应该暗示说，这个曹家第二代也是一样啊。你曹操好像就是比较偏爱哪几个人嘛，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干脆直接立你的长子为太子就好了啦。你说对了。所以当时曹操一听到这句话，立刻怎么样？闻言大笑，就想说，我了解你的意思，跟我的反应差不多。对，就是说，对啊，你看袁绍家族后来为什么会崩裂，就是因为后来继承人问题没有敲定嘛。是啊，而且是袁绍，你干嘛没事要跳过长子呢？对不对？这个长子好不好啊？我们另外再说。虽然说袁谭这个家伙的确是历史的描述没有很好，但是就是因为你跳过他之后，直接导致兄弟阋墙嘛，对不对？刘表也是一样啊，喜欢二儿子刘琮啊，结果呢，后来刘琮跟刘琦之间就发生了分裂，对不对？导致兄弟无法一起团结一致对外。主公啊，你要是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我贾诩可就无话可说了。好，对，所以当时曹操就决定说，好，你讲的是对的，很快的就把曹丕立为世子。这可以算是曹丕能够当上接班人当中至为关键的一步。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都很喜欢贾诩？因为这个人他总是怎么样？他可以在最关键正确的时候说出一个完全无法让人拒绝的一个提案，真的是个顶级智者，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那我就很好奇啊，那为什么一开始贾诩他要闭口不答？那他直接讲就好啦。你知道为什么他直接讲是不行的吗？因为他直接讲说啊，我告诉你啊，以前刘表他们的故事是怎么样哈。那曹操会这么觉得说，你就是曹丕派啊，所以你才会拿对曹丕有利的案例来说服我啊。可是他一直闭口不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从头到尾就没有要站在任何人这边，我有我的想法没有错，但我从头到尾就不讲。为什么？因为我不要让人以为我是什么曹丕派、曹植派、曹彰派，没有，我就不讲哦。你今天曹操是你主动来问我的，我没有逼你哦，对哦。所以你在问我的时候，作为是你曹操问我的时候，我才讲出我的真心想法。那你曹操会不会就觉得说，对，应该是我让你讲的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所谓偏袒不偏袒的问题啊。就算你贾诩真的偏袒，你前面也都没讲话，对不对？那是不是你的偏袒真的是你真心认为，而不是一种就是说，我故意搞个投资哈，对，等到你曹操过世之后啊，我找到新的大腿哈，继续飞黄腾达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贾诩前面都不讲话，因为他如果前面太早讲话，他以后讲话就没人听了因为被贴标签了嘛。对，所以他不讲话，我才会说他是在正确的时间点抛出一个别人无法拒绝的提案。你不觉得这才叫做顶级智者吗？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应该要向他学习一下。是，就是有些东西你不用那么主动发言嘛，对不对？对。那至于是谁，好，你们自己猜，好，对。好，那故事说到这边啊，我就还蛮想问金老师啊，你觉得电视剧里面所呈现的曹丕，你的评价如何呢？好，我觉得电视剧的曹丕感觉起来蛮蠢的哈，就是我可以理解你就是要凸显司马懿是个智者，或者说曹丕要去请教司马懿的意见，因为的确司马懿在历史上跟曹丕的私交非常好，甚至号称就是曹丕四友，就是曹丕4个最重要的朋友之一，是这样子没有错啦。可是在这里面当中的曹丕就感觉起来遇到一点点事情就会惊慌失措，完全没有那种一点的城府，或者说没有一点的那种就是抗压能力，遇到一点事情就我好紧张，司马先生，你说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随时要心脏病发那种感觉，这哪是曹丕啊？你看看我们前面讲的历史上的曹丕，当然你可以说他自肥，可是他是一个多么有自信的一个人物。对，哪像这个电视剧的曹丕啊？我真的这个觉得说你赶快上位吧，我不想再看到你更多的表演了。对，就是这个样子的。说不定他是装的。我自己是觉得啦，在那个老鼠事件的那一集当中，我觉得多多少少电视剧好像就有点暗示说曹丕好像在从中做一些不干净的手脚嘛。对，我在猜啦，或许就是藏的有点深，然后藏到观众都感觉不到吧。
那你喜欢电视剧的曹丕的演出吗？其实跟你的想法差不多。哦，就是很蠢，是不是？就是呈现出来的样子好像过于愚蠢，我觉得是有点缺少那个君王的霸气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我觉得另外一个可惜的地方是什么？当然啦，我还是要强调哈，你自己也觉得他很容易自肥嘛，对不对？就是好像每个电视剧描述到曹丕的时候，都没有描述他自己所讲的武功的部分。哦 ，OK， 就那个甘蔗格斗事件，对哈，没有人演出来过，这点就是有点小小的可惜，就对了。OK， 所以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曹丕的内容啦。不知道大家在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许呢，你认为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史料，你有不同的观点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